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上次我们聊到马斯克如何在最后一刻完成对推特的收购，让公司管理层措手不及，而且从一开始就对所有工程师进行评估，然后就是大裁员。不过，推特不仅仅是一家科技公司，它是一个全球言论的中心，而如何管理这片言论的战场，它是最复杂、最具争议的问题。马斯克高举言论自由的旗帜，但当真正面临混乱的信息流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时，他很快发现这远比他最初想象的要棘手得多。马斯克一直以来都对自由表达持极端开放的态度。他曾表示，社交平台应该是一个让所有观点都能被表达的地方。但就在他完成收购的几周前，推特刚刚经历了一场舆论风暴。音乐人坎耶·韦斯特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反犹太言论的推文，推特迅速对他进行了禁言。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他和坎耶进行了交谈，并表达了对他言论的担忧。但尽管如此，坎耶仍然被禁言。这件事成为一个早期信号，提醒马斯克，内容审核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问题，而是涉及更深层次的道德、法律和商业考量。在收购推特的初期，马斯克曾考虑成立一个内容审核委员会，希望由来自全球不同背景的成员组成，来决定哪些内容可以被允许，哪些应该被限制。他甚至在10月28日公开承诺，在委员会成立之前不会恢复任何被禁账号或做出重大内容决策。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软化这个承诺。他告诉身边的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可能只是咨询性的，最终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几天后，他干脆表示，这已经不是他的优先事项。与此同时，推特的内容审核主管约埃尔罗斯开始接管这项复杂的任务。罗斯是一个35岁的年轻人，外表清秀，带着几分学术气质。他原本是推特的信任与安全团队成员，但随着高层变动，他迅速成为公司审核政策的关键人物。问题是，他的政治立场曾经非常鲜明，社交媒体上还能找到他过去的一些言论。比如，他曾在2016年公开支持希拉里，并在川普当选后嘲讽共和党人，甚至称白宫里有真正的纳粹。这些推文使他成为保守派用户眼中的自由派审查官，也让马斯克的团队对他产生了怀疑。尽管如此，罗斯还是试图与马斯克建立合作。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马斯克刚刚完成收购的那天下午。罗斯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让他到2楼会议区会面。到了那里，他遇见了一位来自特斯拉的信息安全工程师约尼拉蒙。拉蒙直截了当地问罗斯，我怎么才能获得推特工具的访问权限？罗斯有些警惕地回答，推特的系统有严格的隐私保护措施。但拉蒙解释说，马斯克担心推特的旧员工可能会在被解雇后破坏系统，因此需要一名信任的人来接管工具的控制权。很快，马斯克本人也加入了对话。他要求罗斯展示推特的安全工具，并询问谁应该有最高权限。我昨天就完成了这个调整，罗斯回答。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能访问这些工具。马斯克点了点头，似乎对他的安排感到满意。但很快，罗斯就发现他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技术安全问题，而是如何应对马斯克经常变化的决策。第二天早上，罗斯收到了来自马斯克团队的信息。马斯克希望恢复一个他喜欢的保守派讽刺网站巴比伦蜜蜂的推特账号。这个账号此前因为发布一条嘲讽跨性别女性的推文，违反了推特的政策，从而被推特封禁。罗斯知道马斯克性格冲动，迟早会做出一些突破推特旧有政策的决定。他以为马斯克会从川普入手，但没想到第一个案例竟然是巴比伦蜜蜂。罗斯向马斯克的律师亚历克斯·斯皮罗解释了推特的政策。他指出，在这个政策下，他们有3个选择，一个是维持封禁，一个是修改政策，还有一个就是无视规则直接解封。斯皮罗选择了第3个选项，就是不管政策如何直接解封。罗斯警告说，这样的做法会带来问题，因为其他类似的案例会要求同样的处理方式。几小时后，马斯克直接找到了罗斯，他们站在推特总部的公共休息区，围绕着推特大赦
的概念展开讨论。马斯克认为他可以像总统特赦囚犯一样恢复被封禁的账号，但如果你这么做，罗斯提醒他，人们会测试推特的底线，看看规则是否真的被改变了。罗斯意识到，马斯克并不是完全无视内容审核的问题，他只是希望找到一种更自由的方式来处理它。于是罗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与其封禁用户，不如限制这些争议内容的可见度，让他们不会出现在推荐流中，但仍然可以在用户的个人主页找到。马斯克对此表示认同，并决定暂缓恢复巴比伦密封的账号，先建立一个内容降级系统。然而这只是问题的开始。就在马斯克宣布推特将成为言论自由的平台后，推特立刻遭遇了一场恶意测试。在短短12小时内，推特上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词汇的使用量暴涨500%，大量机器人账号开始发布仇恨言论，挑战推特的新规则。罗斯被紧急召回推特总部，与马斯克的盟友大卫·萨克斯和杰森·卡拉卡尼斯会面。萨克斯是马斯克的老朋友，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一直反对科技公司对言论的审查。但当他们看到推特上充斥着种族主义言论时，连萨克斯也不得不承认，必须采取行动。几个小时后，马斯克走进会议室，开门见山地问：“这些种族主义的事情怎么回事？”罗斯回答：“这是一场喷子运动。”马斯克点头，毫不犹豫地说：“立刻把这些东西烧掉，彻底清理。”这次他没有任何犹豫。马斯克随后转发了罗斯的一条推文，解释推特并没有改变内容审核政策，而是采取行动阻止仇恨言论的恶意传播。他甚至在公开场合支持罗斯，称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尽管保守派对他过去的左派言论提出质疑。罗斯本以为他和马斯克的合作正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但在10月30日的早晨，他看到马斯克在推特上刚刚转发了一条阴谋论的消息，内容与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丈夫遭袭事件有关。希拉里·克林顿在推特上批评那些传播仇恨和疯狂阴谋论的人，认为正是这些言论煽动了暴力行为，而马斯克则直接回复了一条来自阴谋论网站的文章，还在推文中写道：“这个故事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内容。”这条推文很快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震惊于马斯克居然会随意传播这样未经证实的信息。几个小时后，他删除了推文，并私下承认这是自己最愚蠢的错误之一。但错误已经造成影响。广告商一直在观望，试图判断推特在马斯克掌控下会变成什么样子，而这条推文无疑加剧了他们的担忧。罗斯给马斯克的律师亚历克斯·斯皮罗发短信警告，这肯定会让广告商更加紧张。而马斯克也终于意识到，他的个人风格与推特作为商业平台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冲突。就在几天前，他还在向广告商承诺，推特不会变成一个可以随意发言、没有后果的地狱。但这条推文却让这个承诺显得空洞无力。广告商的忧虑很快转化为行动。推特90%的收入来自广告，而自从马斯克宣布收购推特以来，公司收入已经在下降。在他正式接管之后，这种下滑速度突然加快，仅仅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推特的广告收入将下降超过一半。面对危机，马斯克决定亲自出马安抚广告商。他飞往纽约，在凌晨3点抵达母亲梅耶·马斯克的公寓。他不喜欢住酒店，也不喜欢独自一人，因此选择和母亲及儿子 X 待在一起。第二天一早，他们陪同他前往推特在曼哈顿的总部。这一天，他将与广告行业的高管们展开一系列艰难的对话。马斯克精通工程和商业运作，但在人际沟通方面，他的神经网络似乎并不发达。他一直把推特视为一家公司，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依赖于人类情感和关系的广告平台。他知道这次会议的核心目标是让广告商放心，但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他告诉身边人，自从4月宣布收购以来，就一直有人针对我发动激进运动。这些团体不断游说广告商，让他们停止在推特投放广告。但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在那天的会议上，
广告商表现出对推特的未来充满疑虑。马斯克也发表了讲话，他在演讲中试图传递一个信息：推特希望吸引广泛用户，而这与安全密切相关。他说，如果你在这里遭遇仇恨言论或攻击，你就会离开。所以我们当然会关注这个问题。但这番话并没有平息广告商的忧虑，特别是当他被反复问及那条关于佩洛西的推文时，他的回答是我就是我。这个回答让现场的人更加不安。他继续说，我的推特账户是我个人的延伸，我会发一些愚蠢的推文，我会犯错。这番话听起来既不是道歉，也没有安抚作用，反而带着一丝冷漠的不自信。在后来的一场视频会议上，一些广告商表情严肃地坐在那里，甚至有人直接退出会议。他们原本希望推特是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成熟企业，而不是马斯克个人风格的延伸，但现在他们对推特的未来感到困惑。第二天，推特内部的局势也开始恶化，许多受广告商信任的高管要么辞职，要么被解雇，这进一步加深了广告行业的信任危机。许多大品牌纷纷宣布暂停在推特上投放广告，而有些公司则选择悄悄撤资。这一个月，推特的销售额骤降 80%。马斯克在会议后发布推文，愤怒地指责推特的收入大幅下降，原因是激进组织向广告商施压。尽管内容审核没有变化，我们也尽力安抚他们。他们这样做是试图摧毁美国的言论自由。尽管商业战场上硝烟弥漫，但马斯克还是抽时间去参加了一场活动。德国超模海蒂·克鲁姆在纽约举办的万圣节派对，万圣节是他最喜欢的节日之一。他向母亲梅耶承诺会陪他一起去。梅耶为他准备了一套红黑色皮革盔甲的魔鬼冠军服装。他们进入 VIP 区，但并没有玩得很尽兴。梅耶觉得音乐太吵，而马斯克则对所有人都想和他拍照感到不耐烦。他们只待了10分钟就离开了，但马斯克似乎很喜欢这套服装。他把推特头像换成了自己穿着盔甲的照片，他觉得这符合他目前的处境，一个孤独的战士在混乱的战场上拼杀。他想要自由言论，但广告商担心推特会失控。他想要随性发推，但他的身份意味着每一句话都能引发海啸。收购推特只是第一步，如何驾驭这个平台才是真正的挑战。这时，马斯克注意到推特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功能——鸟类观察，允许用户给误导性推文添加背景信息。他不喜欢这个名字，觉得太软弱，于是决定改名为社区笔记。这个名字让他满意，因为它听起来不像是在审查，而更像是一种集体智慧的体现。马斯克希望推特成为一个让用户自行判断信息真实性的平台，而不是由官方决定什么是真相。然而，尽管马斯克努力平衡推特的运营方向，广告商的撤离仍然加速了。到11月4日，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撤资。这场风波让他的情绪彻底爆发。他打电话给罗斯，命令他立即阻止那些呼吁广告商撤资的用户。这显然和他一贯宣称的言论自由立场背道而驰。但在愤怒的驱使下，他已经顾不上这些逻辑上的矛盾。他坚信推特是道德上正确的事情，而那些鼓励广告商撤资的人是在进行敲诈。罗斯对此感到震惊，推特从未有过这样的规则。甚至可以说，这种抵制运动正是推特本身作为言论平台的一部分。他知道，如果真的封禁这些言论，反而会引发更大的争议，因为越试图掩盖一件事，它就越会引起公众关注。面对马斯克的压力，罗斯试图拖延时间，并给广告销售主管罗宾·惠勒打电话，讨论如何应对。惠勒的建议是什么都别做，让他冷静一下。果然，不久之后，马斯克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另一个问题——巴西的选举，而他再也没有提起广告抵制的事情。与此同时，推特内部的另一个重大变革正在酝酿：蓝色勾选认证系统的改革。过去，蓝勾代表着身份认证，主要授予公众人物、记者和政府官员，而马斯克认为这种做法充满了精英主义。他提出新的计划，让任何愿意支付$8的人都能获得蓝色勾选标记，
这个计划不仅能带来新的收入，还能减少网络喷子和机器人账号，因为每张信用卡只能绑定一个认证账户，同时这也将是他打造推特金融支付系统的第一步。他要求团队在11月7日之前完成开发，然而问题随之而来，工程师们很快意识到一个巨大的漏洞正在形成。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付费获得蓝勾认证，那就意味着骗子、恶搞者甚至诈骗组织都能利用这个系统冒充他人。罗斯提交了一份7页的报告，警告马斯克这个风险，并建议至少等到11月8日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再推出新系统。马斯克同意了，但仅仅推迟了2天。当推特蓝勾订阅计划在11月9日上线后，灾难迅速发生。短短几个小时内，推特被大量的假账号攻陷，一些账号伪装成知名政治人物，而更糟糕的是，还有人冒充大品牌企业，一家名为礼来制药的假账号发推称：我们很高兴宣布，胰岛素现在是免费的。结果该公司股价在1小时内下跌超过 4%。另一名恶搞者冒充可口可乐，发文称，如果这个推文获得1000次转发，我们就会把可卡因放回可口可乐里，甚至连特斯拉自己也未能幸免。一个假账号发推文说，突发新闻，第2辆特斯拉撞上了世贸中心。马斯克意识到情况失控，不断更新规则，威胁要封禁恶搞者，但第2天他不得不做出决定，暂停整个蓝勾订阅系统，推迟数周，重新评估。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推特的财务状况也变得越来越糟糕。马斯克意识到，他在4月宣布收购推特时，公司几乎是现金流持平的状态，而现在他不仅广告收入锐减，还要承担每年超过12亿美元的债务利息，他不得不卖掉价值4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来填补亏损。他在公司内部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子邮件，未来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如果我们不迅速调整方向，推特甚至可能破产。这封邮件的内容震惊了整个公司。与此同时，他还推翻了推特的远程工作政策，要求所有员工必须每周至少到办公室工作40小时。有人质疑这是否真的能提高效率，而马斯克的回答是，如果你能到办公室却不来，那就辞职吧。更雪上加霜的是，苹果也成为了一个新问题。推特的蓝勾订阅功能依赖 iPhone 用户支付8美元订阅费，而苹果却会抽取30%的分成。更关键的是，苹果不会分享用户的支付信息，这让马斯克设想的金融支付平台变得难以实现。罗斯告诉马斯克，这个计划在 iPhone 上行不通，而马斯克的反应是，那就打电话给苹果，让他们把数据给我们。罗斯对此感到震惊，因为苹果显然不可能答应。这次谈话成为了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决定辞职。在马斯克的员工大会召开时，他在10楼起草了辞职信，并在发出后迅速离开。他不想被保安带走，他只想尽快结束这段旅程。当马斯克得知罗斯的离职消息时，他感到失望。他对顾问们说，哇，我以为他会和我们一起做这个，但事实是，连马斯克自己都开始对这场战斗感到疲惫。他对朋友抱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我希望有一天能摆脱推特的地狱。确实，对马斯克来说，充满艰辛地走到这一步，但未来的路依然充满未知。